泽连斯基叫苦连天，斯特列科夫却称俄军应放弃新攻势，谁说的是对的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延绍。最近几天，俄乌战局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俄军目前正从三面包围巴赫穆特，乌军最后一条重要的补给线也随时会被炮火覆盖。俄军还在试图占领顿涅茨克西南部的煤矿小镇乌格列达尔，并以缓慢的动作攻击交通枢纽红利曼，这让泽连斯基非常焦急。他告诉媒体：“我不得不一再地说，前线的形势很严峻，而且越来越严峻。现在又是时候了。入侵者正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来摧毁我们的防御。导致战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投入战场的兵力逐步增多，也就是俄军局部战争动员的30万人正在陆续开赴前线。俄军还研制出了能够定位乌军星链地面接收站的设备，通过炮击破坏其前线10公里范围内的乌军指挥体系，从而获得了局部战场的优势。俄军似乎打算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展开冬季攻势，这会是好事吗？我们先来看看被称为斯岳飞的俄罗斯战神斯特列科夫的观点。他认为克里姆林宫最好不要对乌克兰发动新的全面进攻。斯特列科夫声称，俄罗斯军人已经陷入了战争泥潭，停滞在那里，不知道普京还在等什么。去年秋天，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局部动员30万人的措施，避免了迅速失败，当下实现了前线兵力与乌军相当。但是由于俄罗斯又在继续战争动员的问题上踩下了刹车，斯特列科夫认为这个结果令人失望。在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了乌克兰即将崩溃，不需要任何新的动员，也不需要工业转向军事轨道等乐观的言论。斯特列科夫指出，现实非常残酷，这种局面不会发生，因为乌克兰军队在调动预备队，尚未反击，而俄军一直在进攻，也就是离开了自己的阵地去攻击敌方的阵地。如果俄罗斯方面不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，仍在前线继续进行局部作战，是否能够获得成功，令人怀疑。最好的办法是不采取进攻的行动，因为这样做反而会使结果变得更糟糕。斯特列科夫之所以被称为战神，主要原因是他本人为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他甚至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塑造者。此人几个月前还在乌克兰参加战斗，他并不是反战者，只是看不上俄罗斯军队的表现。那么斯特列科夫表达的上述言论客观吗？从当前的战局看，俄军展开的攻击行动的确给乌克兰带来了一定的压力，但也明显存在着问题。首先，俄军在乌东地区不断投入兵力，增加攻击动能，并在多个方面获得了一定的优势。但如果这种进攻没有能够消耗掉乌军准备用于反攻的战略预备队，那么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就不会太大。目前观察到的俄军在巴赫穆特等地的进攻，主要是小规模的攻势，缺少连营级别的战术进攻。这种小范围的攻击行动往往只能是几米、几十米的推进。如果俄军要展开连营级别的进攻，就需要离开自己的防御阵地，那么造成的伤亡数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。战争实践证明，对于一场消耗战来说，展开攻击行动的一方付出的代价明显要更大一些。其次，俄罗斯军队有可能正在浪费宝贵的军事资源。当前更重要的是进行第2轮战争动员。俄军可不能小觑未来乌克兰军队装备的北约化。如果没有第2轮的战争动员，继续展开攻击不大可能达成战争的目标。就算是取得了一些战术性的胜利，对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作用也很有限。最后，俄军的进攻行动也在催促西方国家加快向乌克兰交货军火的速度。目前外界不知道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到底是什么。泽连斯基政府正加紧争取西方的军事援助，巴赫穆特局势的恶化正在成为推动西方国家加速交付武器的借口。当下的乌克兰战况比的是双方的耐力，或者说是看谁能够更好的积蓄攻击的动能。
时间在不在俄罗斯一边，取决于俄方对战局发展的判断，以及俄军是否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消耗战战法，打出更加积极灵活的战术。千万不能小看了乌克兰军队的作战组织能力，更不能低估了西方国家的决心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